治理之道，从大禹到现代的世界之道解析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很重要的话题，治理。第一章，治理的多重含义。你知道吗？治这个词非常厉害，它不只是政治，还可以说是管理、诊疗、整理、修养、惩罚、经营，甚至是城镇的中心呢。举例来说，像统治或治理是管理、统理；治疗或治愈是诊疗；治水或整治是整理；修建、治雄是修养、修炼；治罪是惩罚；治产是经营；县治则是地方官署所在地。大禹治水就是治理智慧的经典范例，它靠顺应自然规律疏导河水，既保护了百姓，也维持了秩序。从这个故事开始，我们就能看到治理的本质，不只是控制，而是让事情自然运行得更好。第二章，王老思想与治道演变。王老思想说，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；下德不失德，是以无德。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也，上人为之而无以为也，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，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也，则攘臂而乃之。故失道，失道以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，失义而后礼。夫礼者，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。这是初周黄老对治道讲解的担忧，也让我们能知道三代治道的演变。从这个观念出发，治理的方式慢慢演变出了10个层次，我们称它们为10阶之道：道治、德治、仁治、义治、礼治、法治、暴治、乱治、劣治、王治。简单来说，越靠前的层次，道德越高，治理越好；越靠后，治理水准就越低，社会秩序也越容易崩坏。这10个层次帮助我们理解历史，也能评估今天的治理状况。第3章，治道10阶标准。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地知道治理层次，我们可以简单地用100满分来衡量。道治90分以上，德治80到89分，仁治70到79分，义治60到69分，礼治50到59分，法治40到49分，暴治30到39分，乱治20到29分，劣治10到19分，王治0到9分。这样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自己生活的地方是高分区还是低分区，不会被模糊的概念迷惑。有了这个标准，我们就能更精准地理解历史，也能更清楚今天的社会治理状况。第4章，知道取法方向。除了层次高低，治理还有一个重要概念，取法方向。意思是说，每种治理方式靠什么来维持秩序？我们可以把10阶之道按照取法方向分成5大类。道治、德治取法自然，道治偏向自然，向河流顺势而行；德治偏向人心，让人心安定；仁治、义治取法人心，仁治偏自然，是人民自发维持社会公心；义治偏制度，靠规则引导人们行为；礼治、法治取法制度，礼治偏人心，不用强制就能维持秩序；
法治偏私欲，用法律控制人的行为。暴治、乱治使法私欲，暴治偏制度，统治者用规则满足私欲，乱治偏仇恨，朝令夕改，处处刁难。劣治、王治使法仇恨，劣治偏私欲，统治者用仇恨控制社会，王治偏仇恨，人民与统治者都陷入仇恨和暴力。只要理解了执法方向，我们就能判断古今中外采行的治道，也能知道遇到治理低分的情况时，应该怎么应对。第5章，法治之上的道德范畴。我们刚刚说过理智，现在用一些例子来帮助理解。理智是一种偏向人心的治理，不用强制也能维持秩序。像台湾常见的礼让救护车，上下车礼让，就是理智的表现。大家遵守规矩，但不一定是出于内心真心，只是习惯或社会规范。人治和义治呢？人治是人民真心维持社会公心，向大家自发地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。义治则偏向制度，靠规则让人们行为符合公理。道德治理更高一层，是完全内化的规范，自然遵守规则，就像河道治理。当河道合乎自然规律，它就能顺畅流动，不泛滥。如果河道不规律，就需要仁义之举来补救。至于礼法制度，就像修筑堤坝，能提供基本的防洪措施。再举个比喻，法治像房屋的墙体结构，理智像房里的灯光和棉被。当文明开始腐化，制度和理智就能保障人们在寒冬黑夜中仍能安然生活，否则人们就暴露在暴乱、灭治、亡治的危险之下。第6章，人治与法治迷思。人治不是精准的形容，因为它很模糊，也容易被误解。人治可能很好，也可能很坏。就像同样的班级，有老师带着学生做研究讨论，可能是高分治学，但如果老师乱来放牛吃草，那就可能是低分治学。再看法治，明清以来被当作标杆，但其实只是低分治理，大约40到49分。法律规则虽然可以控制行为，但不代表社会道德水平高，也不保证人民内心幸福。真正好的治理是尽可能采行高阶治道，再不济也不能都比法治更差。如果目前治道比法治低阶，就要努力返回法治水准。如果不能返回，就只有反了，也就是推翻现有政府。所以说，人治和法治的简单对比，容易让人搞不清楚现实状况，也无法警示坏统治者。第7章，秦朝与中共的法治落差。我们再来看历史上的例子。秦朝的法治其实很公平，王子犯法和普通人一样要受罚，这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。但当时的百姓习惯了周代礼制，觉得秦朝法令严苛，难以忍受，就说秦朝是暴秦。再对比今天，中国大部分地区人民生活在低分区，属于乱治、劣治甚至亡治。他们仰望法治，但对高阶治理的样子一无所知。这也是为什么有人会说要法治不要人治。其实这种说法很容易误导，让大家看不清现实状况。第8章，
核心启示与结尾。当我们知道了治道的层次和取法方向，就能明白自己生活的社会处于哪个水平。如果治理太低，必须返回高分区，或者用正当方式改变它，保障人民的福祉。回顾历史，道治、德治、仁治、义治是治理的最高境界，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方向。简单说，就是顺应自然，尊重人心，用规则引导社会，让每个人都能安然生活，社会也能长久稳定。这就是治理之道，也是我们从大禹到现代可以汲取的智慧。